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建哥啊。昨天我已经做建哥说吐槽过了，4080的显卡上市就耍猴啊，演都不演了。官方售价9499，那直接实际的话要1万多起步。有些类似于猛禽这种高端智商检测的型号啊，听到价格你还以为那是4090的价格，结果一问，这是4080的价格。不过既然都已经提前我买到了一张显卡，那还是弄了一个简单的评测啊，毕竟我还是一个以电脑为主的数码博主嘛。我们手上的这款英众骐达的电竞叛客打架4080是直接自费购买的，猜测应该是最便宜的4080型号了。包装是蓝白配色的，盒子很大一个，显卡的本体也非常大，实测长338毫米，高142毫米，厚60毫米，标准的3槽的。这个数据和电竞叛客自家的4090X3W 的参数是非常接近的，基本可以确定4080X3W 就是套了一个4090的散热器。这个我觉得是显卡厂商都被 NV 给坑了，去按照600瓦去设计散热器，导致显卡都做的巨大。结果4090的实际功耗是450瓦左右，散热器就过剩了，然后散热器做了，也只能硬着头皮去用了。3080又去懒得重新设计散热器了，就直接600瓦散热器就凑合用吧。所以大家别看这么大的一个散热器，以为它的功耗相比散热器要高很多都是厂家去被 NV 给忽悠了。反正最后呢都是消费者买单呗。显卡的外观是蓝白配色，看着还不错。logo 灯上方做了一个连接到中框的金属支架，个人觉得算是半个显卡支架吧。电源接口依然是频频翻车、饱受争议的12伏 High Power。配件里给了一根16 pin 转3x8 pin 的转接线，就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。简单念一下参数吧。目前 GPU-Z 最新版还不能识别这张卡的所有信息，但是大部分都有了，主要就是酷大的单元数。4080只有9728个，相比4090的16384个少了40%。另外显存位宽也缩减至了256 bit， 带宽甚至还不如3080实际。由于测试时间比较紧平台就选用现有的i7 170KF 加微星 Pro Z690A DDR4 的平台。内存还是老朋友威刚的 D60 3600C14 8G 乘2说实话，以后我都不想再用威刚内存了，他们市长部实在是抠的要死。那一堆阿猫阿狗他们都给了内存，那我找他们去要个 D5 内存，居然都不给我。所以后面我就找知奇要了几套 D5 的内存，非常大方，直接是台湾直邮寄到的南京，居然还贴了这个国行的标志。那淘宝店后面所有的高端内存，我就全用知奇表示感谢了。硬盘还是三星的 PM91 1TB 加西数 SN570 1TB。对比用的显卡是上代的硬重的3090，那平时视频渲染之余呢，也去挖矿锻炼一下了背面的显存我们就直接接了工业扇对着吹，所以灰有点多，但是性能的话是毫无影响的。系统的话，并没有更新 Win11 22H2，因为看到外面都反馈游戏帧数偏低，还用的是 22H2，只是把补丁都打完了。而且其实微软官方前几天也都承认了 Win11 的22H2在部分游戏中有明显的掉帧现象，也已经停止更新的推送了挺烦人的。先过一下理论测试部分，不管是代表 GT11 的 Fast Track 得分，还是代表 GT12 的 Time Spa 得分，4080都非常的给力，直接领先了上一代3090约40%，关键测试中领先了约37%。这一代的80显卡虽然规格上和90相差了很多，但是相比30系的话，性能上的提升也是相当可观的，可能还是4090的提升实在太多了吧。4090差不多是3090的1.8倍的性能了。接着我们来简单看一下游戏的实测，测 CPU 的话一般开的是1080p 分辨率，测显卡的话一般是开 2K 甚至4K 分辨率。目前的话 4K14 的显示器也不是特别贵了，我们用的这个飞利浦的27 M1F5800，那Nano IPS 的也才3000多块钱。之前的 2K 170赫兹的Nano IPS 的飞利浦27 M1RZ 也要2000多出头了4K 屏的话确实也不贵了，可以来我们淘宝店去看一看。测试的分辨率直接开启 4K， 显卡驱动版本是 526.72 测试版，开启与测报霸第一个游戏是 CSGO， 低画质开启是512.89帧，彩虹6号围攻，D11最高的画质平均257帧，吃鸡3只画质平均291帧。还有一个游戏是最新的大作使命召唤，现在在2022，4K 最高画质平均99帧。网游方面，老游戏都已经几乎完全满足 4K 144的需要了，只有最新的 COD19 在高分率下还是对性能的话要求非常高。再看看大吉大作《地平线5》，最高画质平均114帧，《古墓丽影：暗影》133帧，实际上将近的画质的话，也几乎能达到 4K 144的标准了。和3090相比的话，除了 CSGO 的平均帧没有提升之外，4080在各种游戏中的提升其实并没有理论跑分的提升那么大也就是30%左右吧。1%的最低帧也有对应的提升，那基本没有迷之卡帧的问题。再来看一下散热，室温21度，裸平台单烤显卡15分钟。和
核心温度61.5度，频率1937兆赫兹，显存温度62.5度，频率2800兆赫兹，12伏 Hyperpower 的接口温度46度，功耗320瓦，风扇转速1200转，转速仅有30%。至于噪音嘛，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紧就没有测了。因为还要去搭架子什么的比较麻烦，但实际上听上去几乎没有噪音。那开头也说了嘛 ，NV 去摆了 AIC 的场拿一道，当时 AIC 厂家得到消息是4090它会有600瓦啊，所以我最后芯片出来是450瓦。所以说为了600瓦的4090设计的散热器本来就已经很过剩了，拿来压4080的话就更加的洒水了。游戏中似乎和烤鸡不太一样，功耗能跑到300瓦的有彩虹6号、古墓丽影暗影、使命召唤19和绝地求生，此时频率为2835兆赫兹，核心温度60度左右，但是显存的温度都比较高，有80度左右。340的常规场景只有200瓦左右，只有进了烟雾弹会飙到300瓦以上，地平线更是全程都没有超过250瓦，温度也很低。那最后总结一下吧。4080虽然性能很强，温度、功耗表现也很不错，但是显卡的体积太大了，能借用的机箱也不多。而最关键的价格，官方定价946的4080，非公的实际购买价格都是5位数起步啊，直接就不演了。那性能提升再多又有什么用呢？相比3090可以说是毫无性价比可言啊，因为3080现在也就5000多块钱，甚至还有更便宜的矿卡，只是因为高端30系清的差不多了，那价格的话又涨了些，矿卡3080都从2000多涨到3000多了，4080性能又比3090钛都要强上不少，所以性能上的话它是没有对手的，NV 就敢去随意定价，那就这个价吧，反正你嫌贵我还嫌贵呢啊，反正要买的人多的是，你爱买不买吧。很无奈，高端显卡市场就是英伟达一家独大。AMD 目前只能在中低端显卡上去靠价格优势，还有一定的竞争力。另外，你去参考一下 AMD 在 CPU 定价上的种种恶心行为。如果 AMD 在高端显卡上有了优势的话，放心，只会比 NV 更黑。这就是目前的高端显卡市场。那只要我的性能够强，没有竞价对手，我定价再贵都有人买。消费者虽然意见很大，却也只能无奈接受。那别扯什么希望国产显卡雄起。一，显卡这玩意，英特尔都玩不溜的。二，你去看看国内的房地产价格和一些风控地区的菜价吧，啊，都是商人，没有啥国内国外的区别。那今天节目到这里，不知道看了我们的评测有多少买不起4090的土豪，却愿意买4080的？那欢迎留言弹幕跟我们交流。如果你们点个小赞和点赞，因为我们是全职的 YouTuber，你们点赞我分享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“传个赛”，可以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，可以来回到用长文国的数码，或者到搜索我们潮玩课。这潮玩课，我见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